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波兰答应向乌克兰提供4架米格29型的战机。那么乌克兰呢，本来是向西方国家要求更多的先进的战机，特别是明确的提出希望美国能够提供 F-16 这样的作战飞机来为乌克兰争夺制空权服务。但是无论是美国呀、英国呀、法国呀，都不愿意提供自己现役的这种战机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美英法向乌克兰提供自己现在的战机，比如说美国的 F-16 啊，英国他自己现在用的是台风啊，还有像法国用的是阵风啊，这些战机如果提供给乌克兰呢，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些飞机怎么运进乌克兰。如果用自己的飞行员，或者是用乌克兰的飞行员，如果飞入乌克兰的领空，直接就可能和俄罗斯的空军发生空战，这样的话直接等于是参战了，所以就要卷进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一种方式。那如果把这种飞机运送到乌克兰，停放在乌克兰的机场以后呢，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在地面还没有起飞作战的时候，可能就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导弹的攻击啊，这样呢，飞机很昂贵，那还没有发挥作用，可能就被别人在地面摧毁了。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还是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而波兰非常的积极，为什么呢？波兰呢，他现在拿到了就是米格29这样的飞机呢，也就是苏联或者俄罗斯制的它大约有45架这样的飞机。加入北约之后呢，又从美国就是购买了48架 F-16。那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的人认为是不是 F-16 比米格29更好一些？其实如果就是米格29和 F-16 进行空战，就是1对1的这样打，其实概率呢应该是各胜50%，不相上下。但为什么米格29实际上在作战应用中战损率要高得多呢？因为比如说以科索沃战争为例，那当时南联盟它只有米格29，它大概有15架。而当时他的对手是北约，而美国出动的 F-16、F-15 还有 F-117 引擎飞机还有预警机是一个体系，那人家拿一个体系在100公里以外就发现你这个南联盟的米格29了，而你自己地面的雷达已经被美国压制或者是摧毁了，你只能靠升空的作战飞机自己的机上雷达去发现目标。那你这种机上雷达无非就看几十公里，而且有一个角度就是机首就是机头的前面，而人家呢是在你的侧面后面来进行进攻的，因为人家有预警机所以你总是被动的挨打。当对方无论是 F-15 还是 F-16 发射导弹之后呢，你的飞机会告警有雷达波瞄着你有导弹向你袭来了，你只能跳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战损率非常高。那么现在呢，波兰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4架米格29的战机，一个呢是他要测试一下，就是这些飞机比如说它超低空，因为从乌克兰和波兰的接壤的地方如果飞进来，比如说它超低空飞行那你雷达很难发现它落在乌克兰，那这种飞机就是进入之后到底能不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乌克兰的飞行员呢是可以驾驭这样的飞机的，因为在冷战时期，就是苏联时期，或者是说这个俄罗斯就是跟他关系还比较好的时期呢，他分到了217架米格29这样的飞机，他会驾驶。那现在给他4架，他当然可以补充这样同型号的飞机进行空战。可以看一下，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发生俄罗斯用导弹攻击机场的情况，或者在空中交战的时候这2型飞机或者是这个俄制的飞机在空战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即使被打掉了他也不在乎，反正就是4架。而且这个飞机对波兰来讲它是要淘汰掉的因为它现在要逐步用美军的比如说 F-16 未来可能是 F-35 这样的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所以波兰呢等于是一举两得就是先给北约的其他的国家带一个头，我先向他提供作战的飞机，然后看一下效果，如果效果不好，那你们就不要再提供其他的飞机，如果效果好的话呢，你们就可以提供其他的自己的主战飞机来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波兰之所以在这件事上非常的积极，主要呢是一石二鸟，
既可以把自己就是原来俄制的飞机给淘汰掉，还有一个呢，为北约充当一个测试气球或者是说起到探测的功能，然后来达到这样的效果。实际上呢，还是在就是俄乌冲突中呢拱火浇油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所以他的这些举动会得到北约支持。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